大姐，她不会死了吧？死了呀！干脆让他死得再彻底点。你居然是鬼了！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？你们两个什么东西？敢趁老娘睡觉的时候偷袭我！是不是？1971。我竟然穿越回了70年代！原身是苏家大姐，本来考上了纺织厂会计工作，可以留在城里生活，结果却被养妹拿着户口本替她报名下乡，而苏家全家更是都向着养妹苏兰，逼着她把工作转给养妹。弟弟苏玉更是为此找了几个小混混，把原身堵在巷子里，想破坏她的名声。虽然最后成功逃了出来，但也被围观的人宣扬成她被混混玷污了身子，成了没人要的破鞋，最终承受不住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服药自杀了。不愧是70年代，把民间看得这么重，不像老娘我，养了7、8个小白脸，一天换一个都不是事儿。不过这个下乡确实是个问题，这乡下条件艰苦，食不果腹也是常有的事。提前准备准备。原身老娘好像给女主留了个手镯，找到了。这什么翡翠啊！太刺肉了吧！恭喜宿主激活灵泉空间，本空间能储存物资，所产灵泉之水能包治百病，用于灌溉，能加速植物生长。灵泉空间，这也太好了！有了这个空间，我还怕什么下乡啊？发家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指日可待！苏梅，你给我把门打开！苏梅，苏梅，开门！苏梅，你给我开门！你不要以为你躲在里面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你再不开门，你信不信我给你踹开？等等嘛，姐姐现在情绪不太稳定，如果再闹自杀的话，我岂不是就是家里的罪人了？行，苏梅，开门！苏梅，你给我开门！苏梅，你这个死绿茶，这帮子人不是你叫过来的吗？你在这给我装什么白莲花？我说你个逆女啊，你还知道开门呢？我当然要开门了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能看看是什么样品种的父母，能为了一个养女，让我这个亲生女儿下乡？现在这么一看，你们俩还真是不像人。疯了！你竟敢这么说话！妈，姐姐，她肯定是吃不了下乡的苦，为了不下乡，甚至不惜去寻死的。现在受了刺激，才会变成这副模样的。你别为难她了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替姐姐去下乡。毕竟在家里，我也只是个外人。哎呦，我的兰儿啊，你不要听这个逆女胡说，她就是故意装死来博得我们的同情。也只有你单纯善良，才能信她的话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说你今天装死，你今天就是真死了，你也得给我去下乡。就是，苏梅，你别这么自私行不行？兰姐姐从小身体就弱，她哪吃得了下乡的苦啊？对，兰儿，你放心，咱们苏家还没人把你当外人。苏梅，我不管你今天作什么妖，你都得把纺织厂的工作让给兰兰，然后乖乖的去下乡。你们一个个都给我想屁吃！这是老娘辛苦考来的工作，凭什么让给苏兰这个贱人？我就纳了闷了，奇了怪了，我才是你们女儿，这苏兰她就是个养女。爸，你怎么就这么偏心眼呢？哦，难不成她是你私生女？什么？太好了，兰姐姐，以后啊你就是我亲姐了，你高兴不？胡咧咧什么？这话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兰兰的父亲是我的老战友，他还救过我的命，我怎么能干出那……什么？你居然连战
说八道什么？好你个老混蛋啊你！这么些年了，你藏的狗剩啊你！啊！哎呀，春花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！妈妈，你们别吵架呀！妈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兰儿，妈没有怪你的意思呀。姐姐，全都是我的错，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也不要再胡乱诬陷罢了。这样，姐姐，你要是有气的话，你全部都冲着我来就好了。姐姐，你这是要打我吗你？啊！我好疼啊！完了！你不仅胡说八道，你还敢打兰兰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苏梅，你就算发疯又怎么样？现在我看你怎么和爸妈交代。姐姐，你现在气消了吗？你要是还没消气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打我。话可是你说的。你我的力气竟然这么大，难道这是穿越的福利？你竟然敢真的打我！你不是，这不是你提的要求吗？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谁提这么贱的要求。苏梅呀，苏梅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还敢说她不是你的私生女？你看你急的！别跑！哎，我看我打死你！哇！王大妈，这位可是街道办的主任，在这个年代权力可不小。要是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在下乡前，苏家这些人明面上就不敢再为难我。不然要一直这么闹下去，我想要收集物资都没办法。苏梅，我让你给我胡说八道，我今天打死你！苏强，干什么呢你？苏梅，你个逆女！各位叔叔婶婶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可怜。你们说说，我这好不容易考上的工作，我爸妈却让我把工作让给我妹妹。他们说，我要是不让的话，他们就要打死我。你看苏梅这脸，苏强，你是下死手啊你！你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你打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真是下得了手。就是你，什么人啊你们？你看他的样子，分明是疯女。你还信他说苏兰是我的私生女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她拉回去，不嫌丢人呐！哎呀，快一点啊！苏梅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这家丑不可外扬，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。你把我跟你爸弄臭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走，跟我回家去。这些年靠委屈亲生女，偏心养女，街坊四邻谁不称赞你杨春花贤惠心善，称赞苏强重情重义？今天我就趁着下乡前，让大家看看，在外面人模狗样的夫妻是怎样黑心烂肝的玩意。我知道，爸妈一直都偏心我们小兰，这从小到大，我们小兰一直都有新衣服穿，而我都只能穿她剩下的破衣服。哎呦，就是怎么这样啊？什么家庭？你们想想，我是不是人还没有灶台高的时候，就要给他们一大家子人做饭了？这么多年，我是任劳任怨的，怎么你们还是不念着我的好啊？你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你可怜了你，孩子是当女儿吗？这兰儿，她就是比你好，她长得好看呢，还懂事嘴甜。每次我下班回来，给我又是端茶又是捏肩，而你呢，啊，就会闷在房子，装作没看见。哼，就这，你自己不长心眼，还嫌我跟你爸不疼你？对，杨春花，你过分了啊！
苏兰只是动了动嘴皮子，可人家苏梅呢，那是做了实实在在的事儿啊。我的记忆当中，苏兰就没进过厨房，煎只鸡蛋都困难。她也就那点作用，你瞎了眼的！我呸！自己的亲闺女不疼，疼别人的孩子，你脑子有问题吧你？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疼疼我吧！我真的不想去乡下，我想留在城里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求求我吧，让我留在城里吧，妈！哎呦，快起来！你看你孩子可怜的，我这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就是，这原以为苏家夫妻是对好的，谁知道这背地里是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，不像话！怎么能对自己？苏梅，你给我回去！你给我走！王大妈，我没事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们家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散了！自强，家事我可以不管，但是以后你要是再动手打孩子的话，我就得请你去街道办坐坐。哼！气死了！苏梅呢？一回来就钻进自己房间，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把门顶住了。我这敲了半天，连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，咱要不要把门给他砸开？时间不早了，被别人听见，影响不好。坐。兰兰呀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是我错了，给你们都添麻烦了。我想好了，明天我就去知青办办理下乡。姐姐名节不好，如果下了乡的话会受欺负的，所以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兰儿呀，你真是懂事的让妈心疼呀！苏梅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尽管你打了兰儿还处处为你着想，而你呢？这个逆女，她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工作。好了，你放心，爸明天就到纺织厂去找方厂长，让他把苏梅的工作转到你身上。下乡之前得在空间准备不少物资，这现成的肉面不能少，但现在这个年代不能随便买卖，得有票。对了，去找老朱家呀，他们家跟供销社有关系，搞到这些应该不是问题。大姐，你睡了吗？我给你留了2个馒头，放门口了哈。大姐，我今天听爸说，他明天要去找纺织厂的副厂长，把你的工作直接给苏兰。你要是不想下乡，就得赶快想想办法。进来吧。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素兰了吗？怎么来跟我说这些啊？大姐，我是跟素兰亲近，但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咱爸排头一个，素兰就排第2个，妈都得往后靠。我就一小孩，素兰她能给我糖吃，能给我争取到好处，我就跟她比较亲近。但我心里还是向着大姐你的，谁让你是我亲姐呢？而且啊，我上次数学考试考了0蛋，还是你帮我瞒着爸妈，我才没有挨打。更何况你现在跟变了个人一样，比苏兰还要厉害好多好多。以后啊，我就跟你混了。看来咱们这个家呀，还是有人不是白眼狼的。很好，小姑娘有眼光。那么现在呢，组织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，能不能完成？什么任务啊？你去帮我把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。这苏兰让我下乡，咱们也不能让她好过，是不是？他俩人呢？
带苏兰去医院了。姐，你要户口簿做什么？过2天你就知道。那行，上学去吧。苏兰是你什么人啊？姐姐，我就是苏兰呀，我是来主动报名下乡的。哟，小姑娘嘴可真甜啊！我这都已经快40了，叫我阿姨就好。不过你们苏家前2天不是有一个叫苏梅的过来报了名吗？你怎么还来报名啊？啊，那个是我姐姐，哇，我就是想着她一个人下乡也没个人照顾，我就主动来报名了。一来呢是可以响应国家号召，二来也可以陪陪她嘛。哎呦，小姑娘真懂事。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那我们知青办的工作呀就好做多了。好了。好啦，谢谢。Yes。想找副厂长抢走我的工作，我就是卖了也不留给你。小同志，你是？朱叔叔，我听说你想让朱帅留在城里，但就是这手头缺份工作，你看我这里刚好有一份，你是要还是不要啊？要爸，我要啊！哎呀，刷你的牙去！小同志，先进去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朱叔啊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其实呢，是前一阵刚考上这纺织厂的会计工作，但可惜我马上就要下乡了，我就想着把这个工作800块钱卖给你们。另外呢，我想再要些票、肉，还有奏种子。同志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这么好的工作不做，要下乡？啊，兔崽子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小同志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就爱说些胡话。至于你说的事情，叔叔都能答应。只不过你卖工作这件事情，家里面是个什么想法呀？唉，叔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。其实啊，是我爸妈找到那个纺织厂的副厂长，想让我把这个工作让给我养妹，我肯定不乐意啊。这不就来找您了。所以您看啊，您要真想要这个工作，纺织厂那边小同志倒是个实诚人呐。你放心，我和纺织厂的厂长啊，那是好朋友了。只要你本人同意啊，这件事情出不了任何意外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还有，你说那些肉啊，打算要多少啊？我打算要20斤猪板油，10斤排骨，10斤五花肉，再要10斤猪后腿。您看行吗？你要这么多啊？可以，不过小同志，叔可提醒你，现在这天气热，那么些肉可不经放啊。谢谢叔的提醒，不过我自有办法。成，我今天就去准备，明早你来取。800块钱，加上这些肉，还有其他物资，下乡已经完全足够了。姐，爸妈他们约了副厂长，明天去国营饭店吃饭，估计就是要抢你工作呢。好啊，那这样明天咱们就能吃得好的了。大姐，他们可是要抢你工作啊，你不担心吗？抢我工作，那他们也得有工作可以抢啊。苏同志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检查一下数量对不对？检查就不用了，我还信不过朱叔吗？你这个小同志啊，很好。对了，朱叔，那今天晚上我爸请副厂长吃饭这事儿，区区一个副厂长，我待会儿啊让厂长跑一趟。
这些东西啊，你慢慢搬，我先去把手续办妥了。啊，行，好。张副厂长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她们都是姐妹，把工作名额换一换，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太好了，姐，你可以留在城里了。啊，苏梅，你这是发疯了吗？爸妈就是信任，工作也依旧是我的，你就乖乖给我滚去乡下吃苦去吧。麻烦您了。2000了，姑奶奶终于能吃上一块肉了。哎，你快吃，快吃。那个张叔叔啊，这位啊是我的大姐苏梅，她最近心情有点不太好，所以礼数可能不全，您别介意啊。哎呀，丢人，简直丢人死！苏梅，你给我站起来，看看你的德行！我平常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啊，一进门人也不叫，就知道吃，你有教养没？我没有教养，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你就应该下乡好好锻炼锻炼。张副厂长，赶快把厂里的决定告诉他。苏梅啊，厂里研究过了，你已经报名下乡，继续占着这个工作岗位啊，有些浪费，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岗位给苏兰。这个爸妈，这工作是大姐千辛万苦考来的，虽然都说她名节有些受损了，但是她只要在厂里好好工作，这以后呀，肯定有合适人把她娶了的。这工作我不能要啊，我看我还是下乡吧。娶她？她一个被流氓玩过的破鞋，谁会娶她呀？兰兰呀，你就是太心善了。对呀，爸爸告诉你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发善心的。对呀，他呀就应该下乡去，留在城里只会给我们苏家丢脸。明明是兰姐姐替大姐报名下乡的，她怎么还装起无辜了？小妹啊，这个呢就叫做绿茶。哦，原来兰姐姐是绿茶呀。绿茶？不知道啊。很好，回答正确。来，奖励一块红烧肉。啊，嘿嘿。苏梅，你这是要违抗厂里的决定吗？这个工作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都是苏兰的。我同意啊，我坚决拥护厂里的所有决定。不过呢，这工作呀，我已经卖给别人了，你们跟我说也没有用。什么？把工作给卖了？你姐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就是把工作卖了，你也得下乡啊！你图什么呀？我这工作不卖，我也得下乡。我与其把这工作留给你们，我不如卖了。我看你们不痛快，我才痛快啊！你个逆女呀你啊！你心肠怎么这么黑呀？阿兰可是你妹妹呀，你把工作给别人也不给她。我自己考的工作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哎呀，哎，张厂长，你看这事情。放心，你以为工作是想卖就能卖的吗？没有经过厂里的允许，私自贩卖工作，这是犯罪。说，你把工作卖给谁了？现在如实交代，我还能给你个机会，不然别说是你，就连买工作的人也要一起受罚。张副厂长是吧？我劝啊，这个事儿你就别多管闲事了。买我工作的人，你得罪不起。你，苏梅呀，苏梅，你怎么对厂长说话的？啊，还不快给厂长道歉！苏强，道歉就不用。我现在倒是很想知道，
什么人？是我得罪不起的。咱们纺织厂的林厂长，那可是经理下来的领导，在这个市里，没有我们厂里的同意，谁来都不好使。你这个工作不管卖给谁了，你都得给我乖乖的让出来，是吗？那要是把工作卖给了我呢？你耳朵聋啊！我说了，不管是谁。林厂长，林厂长，莫非苏梅把工作卖给林厂长了？林厂长，刚才张副厂长说要把买我工作的人送进里面关起来。哦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厂长，苏梅同志把工作卖给您了，主动下乡，这说明他有奉献精神。这么好的同志，我们嘉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抓他呢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给苏梅同志做奖励吧。什么？林厂长，一个月工资是不是多了点儿？多？不多，不多。那就多谢张副厂长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还有你们，苏梅同志啊，是个好同志，主动的响应国家号召，下乡帮助农村发展。你们作为父母啊，好好的给苏梅同志准备一下下乡的盘缠吧。是，我们这就回去好好准备。不用准备了，我要现金就行。快点！多谢爸妈。这个弟弟妹妹啊，这姐都要下乡了，你们俩不表示？拿来吧你。林厂长，周马上就要下乡了，那我就先回去收拾行李了。失陪了，小菊啊。我们也走吧。是林厂长。林厂长。林厂长，林厂长。姐，妈妈今天晚上不回来。老姐，你这是要把家都给拆了呀？妹妹，我要下乡了，我肯定是把能带走的全带走了，不然我还留给苏兰那个贱人。不过他不是攒了很多钱吗？我咋没看见呢？在床底下。姐，萧爱国好像原生是有这么个男朋友，自从原生被诬陷丢了清白，他就一直避着原生。原来是已经和苏兰在一起了，渣男贱女，还挺般配。我正担心苏兰到时候找借口不下乡，现在好了，有了这个，你不下都不行了。那个姐姐啊，这乡下呀可不比城里，
经常吃不饱饭，还有些村民野蛮无理又好色的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啊！要不是每家里只要一个人去的话，我肯定跟你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响应祖国号召，为国家做贡献。太好了，妹妹，你不用想了，现在就跟我走吧。我看还是不必了吧。谁是苏兰？我是。同志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经调查，你与肖爱国乱搞男女关系，影响恶劣，研究决定让你下农场改造，回去收拾一下，跟你姐一块下乡吧。经调查，你与肖爱国乱搞男女关系，影响恶劣，研究决定让你下农场改造，回去收拾一下，跟你姐一块下乡吧。什么？同志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哎，主任呀，我们家兰儿不可能乱搞男女关系的。这些都是证据，苏兰，你还想狡辩？我们也是看在你主动报名下乡，这才宽大处理，不然可就不是下乡改造这么简单了。我主动报名。小兰，姐姐我实在没看出来你这个人思想觉悟这么高呢。虽然你抢了我的男朋友，但是看在你主动要求陪我下乡的份上，这个事儿我就原谅你，我成全你们俩。妈，我不能下乡啊！你说我下乡的话，我和姐姐都去了，谁照顾你和爸呢？兰姐姐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苏梅，是不是你故意举报兰儿的啊？你是怎么当她姐姐的你啊？兰儿就是抢了你的男朋友，你就害得她下乡啊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狠呀你？那他偷走我的户口本，替我报名下乡的时候，他就不恶毒了吗？她可是你的妹妹，你让着她点怎么了？兰兰，放心，你先在农村待几天，爸爸去找关系托人把你提早从农村接出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兰兰准备行李？咱床底下不是有很多钱吗？全部拿过来，那样也不至于兰兰下农村吃苦，不是？我这就去。哎，快去啊！快去！快去！苏梅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。哪怕是跟你一起下乡，爸妈也会把一切都给我准备好，而你却什么也得不到。妈，快去看咱家存款还在不在？哎呀！这个爱钱刀的呀，这谁干的？把咱家钱全偷完了！哎呀！咱家里没了钱，兰姐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，去了乡下，那兰姐姐不是等死吗？妈！哎呦，对呀，这家没良心的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疼，看，遭报应了吧？哎呦，这贼可真够狠的，这连床单都给顺走了。王大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借我们点钱吧，这老二可不能没有钱去下乡呀！你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我拿什么借你呀？就是，贼这么凶的，咱赶快回家看看东西丢了没啊！走走走！哎，你们，姐姐，我舍不得你走，你放心，姐姐很快就回来了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拿着，别让爸妈还有苏韵知道，你偷偷的给自己买点好吃的，可千万别把自己饿瘦了啊。谢谢姐姐。妈，你给我准备的东西呢？这东西呢？没了，全没了！家里遭贼了，把东西全都搬空了。现在别说兰姐姐的物资了，咱家以后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啊！哎呀，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个，爸，不行啊！我要是不出手下乡的话，我会被饿死的。别急，别急啊！不会的，好妹妹，咱们呀是响应国家号召，
下乡助农，虽然这个条件呢是可能会艰苦的，但不至于饿死，最多吃吃猪食，应应急。猪食？不行，爸，我不能吃猪食。咱不吃，就剩这么一点，你拿着，省着花啊。对，都拿着啊。兰儿，你放心，我带够了钱，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饿着。爱国，你对我真好，有了你，我下乡也不担心了。那个姐姐，我不是故意抢走你这么优秀的对象的，而是感情的事情，真的不能勉强。苏梅，你以为让我们去下乡就能报复我们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下了乡，你跟兰儿比，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我看你们俩一个超雄，一个绿茶，天造地设的一对狗男女。你说什么？主人，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要不然再到大洋村，天都黑了。快点上车，准备出发了。走，让男同志先上。报告，小菊，回吧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照顾兰儿的，叔叔。爱国，这村子这么破，房子那么烂，怎么住呀？放心吧，兰儿啊，我有安排。爱国，老沈，哎，你怎么也下乡来了？你不是在城里边有正经工作吗？这不，让人给举报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对象苏兰，以后这段日子可得靠你这位大队队长照顾了。哎，那的话，队长，我再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梅啊，我的大姐。只不过她对我和爱国呀有点小误会，你可千万不要太为难她了。我明白。这大洋村的大队长竟然和萧爱国是熟人，这下了乡都不得安稳了。爱国，你和苏兰呢？我带你们，咱先去知青据点，好不好？至于苏梅，你呢，跟着金生先下农场。不是，我去农场。下了乡，农场里的条件最为艰苦，我的好大姐，你就去好好享受。不是，沈队长，我去农场，这二位不是才应该下凡到农场改造的吗？怎么这位女同志不准备服从安排吗？大姐，你不是都说了吗？我们到农村里来是为国家做建设。虽然呢，这个农场的条件是艰苦了一点，但是只要你做好了，对咱们大洋村的发展是特别大的。这不正适合你吗？我看你又想挨打。够了！要我说呀，有些城里来的大小姐架子就是大，不过到了我们大洋村都得听我的，不服从安排要接受处罚的，明白吗？爱国，咱们先去据点。走。来这个，来进来。苏同志啊，这个行李呢？我给你搁炕上了啊。这以后你就和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啊。每天早上5点去农场干活，一直到晚上9点才能休息啊。吃的就这些这实在抱歉啊，这今年大旱，村子里也困难，你们也要理解理解啊。当然了，你们要是想改善伙食呢，那也不是不可以的。这只要你愿意跟我钻爆米，我们不需要。老子告诉你们啊，这拔了毛的凤凰它不如鸡。你还以为你们是城里那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呢？我呸！我再饿上你们几天，老子倒要看看，你们是不是还有现在的硬气？70年代的乡下，条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苦。幸好姑奶奶我充分准备，提前把家里给搬空了，不然这日子还真是没法过。
同志，你赶紧联系家里，想办法接你回去，要不换一个大队吧。对啊，这个沈红跟那个胡金生，他们是一伙的。他们把女知青安排到农场里，不给粮食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陪他们睡觉。已经有好几个女知青都被他得逞了，你快跑吧！我就是家里逼我来下乡啊，怎么可能让我回去？那要不你跟着我们吧，白天上山摘摘野菜，虽然吃不饱，但也不至于饿死。同志，你饿了？哎，先吃点东西。谢谢啊。另外，我叫苏梅，你们叫我名字就行。我叫沈柔，她叫林红梅，以后我们就多多关照了。这也太难吃！这都在地上了，你不能吃了。这些野菜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粮食，要是不吃，明天又得挨饿了。对啊，苏梅，我知道你刚从城里来，有点不适应，但是你不吃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吃吧？是啊，苏梅，你刚来，你根本不知道粮食在这里有多重要。我们好不容易，不就吃的吗？我有啊。你们看，这是啥？是大米，还有猪肉。大米、猪肉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么好的东西，整个大洋村都没几家能拿得出来。这个呀，当然从城里带过来的。哎，咱们这有灶台吧？赶紧生个火，今晚上就吃肉啊！肉啊！我来大洋村已经好久都没有尝过肉味了。不行啊，苏梅，这太奢侈了。要是把这些大米和肉换成玉米面和窝窝头，够咱们吃10几天了。对，这算什么奢侈？我卖工作的钱，还有苏家的存款，全部都换成了食物。咱们3个人就算是顿顿吃，也够吃半年的。不过这些倒是不好直接和他们说。红梅，我知道这些东西啊，可以换更多的粮食，但是你们要想想，那沈红、胡金生能让咱们换吗？说不定他们知道，全给咱抢去了。还不如今天就吃肚子里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做了去。走，好，我也去。你们吃啊！爱国，这也太硬了吧！你不是说下乡要照顾我的吗？怎么现在让我吃这个？哎，老沈，你能当上这沈队长，都是靠我家里的运作。你现在就拿这玩意儿糊弄我呢？哎呀，我的小同志，苏兰小姐呀，你们得见谅一下，咱农村的条件可不比你们大城市啊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最近大灾，收成也不好，就这窝头、鸡蛋，那都是多少人想吃都吃不上的。那苏梅他们吃的是没？他们呀，我们几乎就不会给送饭，他们自己跑到山上去打点猪草，就猪吃的那一菜，垫吧肚子得了。爱国，不如我们现在去农场看看呗，顺便问问大姐，那喂猪的野菜是什么滋味？也好，让他们看看，同样是下乡，我跟他们的差距有多大。走。你们来干啥？大姐，妹妹，这不是关心你一下？大姐，都说农场条件差，但是没想到差到要吃喂猪野菜的地步啊！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你好奇？来，靠近点，我告诉你。吃吧你！
干啥呢？苏梅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竟然敢喂我吃猪屎！妹妹，我是看你刚刚那么好奇，我还以为你喜欢吃呢。苏梅，这种把戏有意思。你就算喂我们兰儿吃野菜又如何？他这辈子也就只会吃这一次，而你在大洋村待的每一天每一年，都会吃这种猪吃的野菜。姐，来，我给你看看沈队长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。看，这才是人吃的东西。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窝窝头跟我这个野菜也差不多呀？你要是送我，我都先硌牙。哎，没事，兰儿，他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苏梅，晚饭做好了，快趁热吃。哎，等一下，苏梅，就你还瞧不起窝头呢？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只配吃野菜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瞧不起窝头？猪肉、大米饭。哎，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这白米饭整个大洋村都很少见，这从哪来的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妹妹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你居然有窝窝头可以吃，不像姐姐我，因为肠胃不好，就只能吃着红烧肉啊和白米饭。哎，兰儿，你这红烧肉，怎么了嘛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大米饭哪来的，我就不管了。农场马上可就要收成了，上面给咱们村的指标是1亩地3000斤大白菜。如果你们完成不了任务啊，害村里人挨饿了，他们做什么？那我可管不了了。沈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村的大白菜呀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哼，是吗？那样最好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吃饭了？我快饿死了。吃吧吃吧，赶紧吃。不就是从城里拿了点粮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钱还不是靠卖自己工作得来的。等到时候吃的都吃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兰儿，先消消气啊！我一定想办法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贱人啊！老沈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你们两个放心吧，他们农场里的白菜啊，全部都病死了。到了收获的时候，他们1成白菜都没有。那他就是咱们大洋村的罪人。到时候你们想怎么处理他们仨，咱就怎么处理他们仨。好，咱们就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。哎，对了嘛，好了。苏梅，你的力气可真大，有了你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可就轻松多了。对呀，哎，苏梅，我们晚上回去接着吃红烧肉吧。吃红烧肉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明明昨天白菜的长势还很好的，怎么会一夜之间就病死了呀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病死了，这下全病死了！哎呀，真大呀！这怎么感觉像是烧心病啊？对了，灵泉空间，这可是包治百病，还能让植物加速生长。不知道对这病害的白菜有没有用？真的有用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哎呀，这些白菜关乎着明年的粮食分配呀！这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咱们被打死都有可能啊！
你昨天刚来，我们会跟乡亲们说清楚，不会连累到你的。这些白菜还有救，这些白菜还有救。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了，趁这些白菜还没有彻底死掉，你们赶紧打2桶水来。好。现在赶紧把这水给每颗菜都浇上吧。好。快！这让你们来照顾农场，你们就是这么照顾的？100亩地啊，30万斤大白菜，全死了！这过年啊，上头领导就要下来检查了。今年要是交不上白菜，那明年就分不到粮食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乡亲们，那明年可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饿死了呀！啊！你们是整个党要村的罪人啊！你们，沈队长，各位乡亲们，这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一直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去除杂草、检查虫害的呀。还在这里狡辩，分明是你们2个偷懒，没把白菜照顾好。就是，让你们偷懒！乡亲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害死了100亩地的白菜，今天就是把他们打死了，也没人能说我们个不是。冷静，大家伙冷静。小林跟小沈每天都是4、5点钟起床干活呀，他们哪有偷懒啊？啊，这白菜全死了，大家伙心里都不舒服，但谁也不能拿人家小姑娘撒气呀。各位乡亲们，我代我大姐向大家道歉。这小绿茶现在跳出来，又想做什么呀？我大姐她不会种地，所以肯定是她在农田里做错什么事情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刚来这几天，这白菜就全死了呀。你是说是苏梅她？这关苏梅什么事儿啊？苏梅整天跟着我们一起除杂草，她也是无辜的呀。无辜？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大白菜本来好好的，为什么她来就死了啊？这什么？你说对，一定是他。你今天要是不给咱们一个交代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乡亲们，这些白菜啊，得的是烧心病，但这种病可只有肥料使用不当才会出现。我看啊，这100亩的白菜，分明就是有些人急于求成，过量施肥导致。但据我所知，沈队长，咱们生产队的所有肥料，不是都归生产队统一管理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位同志，你的意思是说这大白菜的病死是沈队长造成的？大姐，我记得你在家不是一直学做会计吗？什么时候懂种地了？还烧心病？我看是你自创的吧？对，苏兰讲的很有道理啊！乡亲们想想，他一个城里人，一辈子没种过地，他会种什么？你说他是烧心病，可以，你把他治好呀！只要你把他治好了，完成了村里的指标，你说什么都行。那还要你说？我刚才就配了药，正给白菜治病呢。哎，这个小同志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是大白菜还能有救是吧？是的，王老伯，但是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我们把这些药都给白菜浇上才行。另外，我也希望沈队长可以说话算话。你放心，我沈红在村里向来说一不二。这浇的不就是水吗？还能把白菜救活了？装神弄鬼，
乡亲们，就浇点水，能让死透了的大白菜活过来啊！我看就是个神棍骗子，这白菜都烂成这样，这要是能救回来，以后我把他供起来都行。就是，连他妹妹都说他没什么本事，还在这嘴硬。要是一会儿救不回来，我就把他抓起来，批斗如鸡。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！活了！这活了！有救了！有救了！太活了！终于活了！有救了！全部活了，全部都活了！好了，这么大一片白菜，今年呀，指定能超额完成任务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多换点粮食，咱们村再也不用饿死人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什么时候还会种地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了啊！你是我们大杨村的大恩人啊！大恩人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苏同志道歉！对不起。苏同志，我们乡下人说话不中听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要是实在气不过，你就狠狠揍我一顿。哎，我也是。俺也是。看来这些村民倒不是是非不分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们就是看着白菜病死了，你们着急，没啥的。王老伯，虽然现在这白菜是没事了，但是啊，这有些人贪功冒进，过度施肥，导致白菜病死了，是不是得整治整治？你放心啊，我们大杨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别干什么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爸可是城里领导，你们要是敢……领你个头！老子忍你很久了，油头粉面的，来下山一点活也不干。爱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姐姐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那我之前在家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你有这本事啊！我本事还多着呢，尤其啊是手撕绿茶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哎呀，现在不护着这个狗渣男了？哎，沈大队长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解释的吗？小沈，村子里是相信你才选举你当这个生产队长的，你竟然干出这种事儿，还把责任推到人家这些城里来的女同志身上，你对得起村子里人对你的信任吗？王伯，这件事呢，我确实有责任，我没有把这个化肥监管好，致使他们过量的用肥，是我的问题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大家也都是为了村子好啊。王伯，施肥的人非常的多，其中还包括你的儿子。你要是把这个事儿闹大了，半个村子的人都得担责任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大家看，白菜的事呢解决了，它变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呢，我们就引以为戒，小不再犯。你说呢？这人还真是好算吧，竟然提前把村子里的人都拉下水。看来只靠这件事儿，拿他没什么办法了。不过也不能让你这么好。苏同志，王伯，我觉得沈大队长说的非常对，这个事情闹大了，确实对我们大家都不好。这样吧，我不追究了啊。不过呢，刚才沈队长确实也说了，我要是救活了这些白菜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沈大队长，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算，当然算了，只要呢不违背咱们这个。放心，沈大队长，我呢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想要你们都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，同劳同酬。
爱国，我不要下地干活，这得多累啊！而且还会让我皮肤变得难看，到时候吃亏的不还是你吗？哦，别忘了之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，我怎么答应你？你看现在。哎呀，王博呀，哎，我就提了这么简单的一点点要求，沈大队长他都不肯答应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只好回县里跟我们县长好好汇报一下。答应，当然答应了。这么合理的要求，以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干活，同酬同劳。哎，沈队长，你果然是个信守承诺的人。那这样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今天开始干吧。哎，各位乡亲，你们要是有什么脏活累活，尽管安排，不用客气啊。我这个好妹妹那可是主动响应国家号召，下乡助农的，再苦再累，绝无怨言，是不是好妹妹？当然了，嘿嘿嘿，那个我会努力的。不愧是苏同志的妹妹啊，也是好同志啊！我们家那口子刚好最近在地里忙活，我们家猪圈没人打理。苏兰同志、肖同志，你们就过来帮帮忙吧。猪圈？对呀，就是产猪粪，很简单的。那就加油了，好妹妹。我们先走了。不用，喝点水。我自己来。哎，不用，我来。哎呀，苏梅啊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一下子就把那些白菜全部都救活了。就算是京里的农学专家，恐怕都做不到吧？是啊，当时我都以为要被他们打死了。你们真想知道啊？对，空间里的灵泉水能促进植物生长，救活白菜，那不是轻轻松松？不过这秘密可不能随便透露。这个呀，其实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一种奇药。这种药呢，对农作物的病害它有奇效。我刚刚就是把这个药放到了水里，才把白菜给救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惜了。要是你真的是专家就好了，这样村子里那些受害的庄稼可就都有救了。是啊，村子里的人对你们这么不好，你们还愿意帮他们吗？愿意啊。对我们不好的是沈红他们，不过村里的其他乡亲们对我们还是很好的，就比如李婶，经常拿粮食接济我们。是啊，而且这2年年年遭灾，村子里的情况也特别困难，也不只是咱们在饿肚子了。我虽然不是农学专家，但我也没说我的药没有了呀。你还有？太好了！这样大杨村要度过这几年灾年就有希望了呀！我这就告诉王老伯这个好消息。那我也去。灵泉空间的泉水每天产量有限，不过救活一个村子的庄稼还是绰绰有余。走。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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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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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！苏同志、肖同志，你们开始干活吧。来，这个猪粪可不敢浪费啊，把它捡干净了。来，这都是顶级的肥料，我不能浪费啊。这太臭了！李婶儿，有没有其他活干？这个我们实在干不来啊。这怎么干不来啊？你拿起一铲，往粪篓子里一放就行了。你们要是不干活，晚上可没饭吃，还得挨批评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虽然是苏梅同志的妹妹，却处处针对苏梅同志。那你今天就帮他们出出气。
们以后还敢不敢再欺负苏梅同志？苏同志，李婶，哎，你这一大早的干啥呢？昨天啊，红梅跟大家伙说了，说是您愿意帮我们治疗庄稼。虽然啊，俺们都是乡下人，但是俺们也是知恩图报的，所以啊，大家伙每家都凑了一点粮食，拿来给你送过来，顺便修缮一下屋子。是啊，苏梅同志，你看啊，这些东西呢都是农民自己家里的，没有你们城里的好，你们千万别嫌弃啊！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咱们这乡里乡亲也不容易的，这些东西我们肯定不能要的。另外啊，我们村还集体给上面领导写信了，他们知道了你的表现，对你在城里的家人肯定会有帮助，说不定还能给他们升官呢。哎，这个真不用，王老伯。让这两个老登占姑奶奶便宜，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。不用。可是我们这……昨天呀，我让苏兰和肖爱国去扫猪圈了，他们呀还被猪拱了一身粪。这个好，我跟大伙说呀，千万不要因为苏兰是我的妹妹，就舍不得让她干活。我这个妹妹觉悟非常的高，这个活啊越来越苦，她越高兴。好，听苏同志的。哎呀，我们家那个猪圈还没铲呢，待会儿我就找苏兰知青帮我们家铲。好，这个好。行，婶儿叔，咱们赶紧去地里看看吧，把这个病还治了要紧啊！好，您跟我来。哎，你们几个把手里的东西一放，帮苏同志他们把这屋好好的收拾收拾啊！好，麻烦了。哎，走。辛苦了。哎，来，苏同志，苏同志，您看看这些玉米还能救活吗？能救。哎，太好了！红梅，快去打几桶水来。好，水来了。哎，来，都让开。活了！真的活了！太好了！我回去啊，让苏兰再调些猪粪。你看这个，太感谢你了。是啊。凭什么我要在这挑粪？你苏梅却能被全村人尊重，你不应该老老实实的逆来顺受吗？你男人得让给我，工作也得让给我，还有这个逆也该是我的。爱国，我有个主意，可以让苏梅把她的奇药给我。啥呀？过2天我们邀请苏梅到知青点吃饭，到时候给她下药，让胡金生睡了，再逼她嫁给胡金生，那她的奇药岂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？哟，这什么风把沈大队长吹过来了？苏梅同志，别紧张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在之前的工作中确实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不过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今天来是专门向你道歉的。哎，你这就对了嘛，你这才有个生产队长的样子嘛。行，道歉我接受了。那沈队长，请回吧。哎，还有，你别急啊。是这样子的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在咱们知青据点杀了只鸡，也备了一桌菜，在这里诚挚的邀请3位知青尝尝咱们大杨村的手艺啊！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呸！没安好心。苏梅，咱不去。不能去，不能去！哎，别啊！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？
要不这样，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，那王伯和李婶，你们也跟着去。王伯和李婶也去？去，一起走啊！可我还是不放心，苏梅。那就去呗，咱们沈大队长都这么有诚意了，咱们要是再不去，就显得是咱们影响团结了。再说，这王伯和李婶都在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对，苏梅同志讲得很好，团结嘛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看沈队长，这我们干了一天的活，一身臭汗的，要不然让我们先洗个澡？是得洗个澡。好，那我在这等你啊。看什么看？我在这等你啊。怎么办啊？苏梅，这顿饭咱们不能去吃。我今天早上去干活的时候，听到村民说沈红他们去了村里的医务室，要了些催情的药，他们要给你下药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怎么敢这样？没事，就一顿饭的事。苏梅，这次啊，要是他们真心实意的要道歉，这个事就算了；要是他们再想耍什么花招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可他们要是真的给你下了药，那你不就……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？你想办法呀！你劝劝他呀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定不能让他吃。你说话呀！怎么办？你有没有办法呀？红梅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要是真有什么异常，你就把这个水喂给我。还有什么药是我这灵泉水解不了的？行了，那咱们吃饭去吧。来了，人来了。怎么样？东西准备好了没？都准备好了。这是迷药，我托关系让县里朋友搞过来的。只要吃下这个，没个一整晚，他根本醒不过来。之后就靠胡金生那个村痞，这种人别的本事没有，管家女人却是一把好手。我那个姐姐啊，是最没规矩的，就该让胡金生好好教教她。还有奶奶给她的奇药，这几天她基本把村里的庄稼都救了个遍。她手里啊，肯定有配方。这女人就是蠢，有这种神药给那帮乡巴佬，要是拿去卖，那可是泼天的富贵啊！没关系，等过了今晚，这药啊就是我们的。爱国人来了！我先去弄鸡汤，一切按计划行事啊！哎呀，来了！哎，青晨姐，大姐，我就知道你果然还是答应过来了。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、最善良的人了。我还以为你不给我道歉的一个机会呢。行，搞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坐呀，你们两个也坐，快坐。那个苏同志啊，你看看，苏梅呢，还是没有原谅你嘛？这样，等会儿给苏梅同志认认真真道个歉，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误会是说不开的，对不对，苏梅同学？沈大队长，你放心，我呀肯定会好好道个歉的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在耍什么花样。来，鸡汤来喽！苏梅同志啊，这是正宗的老母鸡。我们呀，看苏梅同志最近为咱们大杨村付出了很多，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要补补啊，补补身体，要补补的。闻着就香。哎，有劳沈队长。哎呀，应该的。来，你们也动筷子，吃。这汤不是炖给我们道歉用的吗？你吃什么？啊，对，那姐姐，那你们吃，对，你们吃，动筷子。来，红梅小柔、舒婶，咱们最近啊吃这个猪肉啊，吃到嘴里都没味儿了，吃这个换口味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跟着苏同志沾光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快吃吧。吃吧，
多吃点。苏梅，这就是你能吃到的最后一顿肉。嗨，那个光吃有什么意思呀？我最近托关系搞到一瓶好酒，咱们边吃边喝。那太好了！哎，快！来，继续，快盛下手艺啊！吃，吃！哟，萧爱国同志，魏美思。哎呀，这，你太舍得了！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东西在城里啊，可是有钱都买不到。之前我跟兰儿和苏梅同志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儿，但是只要能求得苏梅同志的原谅，这瓶酒算什么呀？这太有诚意了！来，给大姐倒上啊！快！来，大姐。来。大姐，我向你道个歉，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，确实伤害到了你，我实在是对不起。这杯酒我敬你，希望你可以既往不咎。而且，要是爸妈知道我们和好的话，肯定会很欣慰的。啊，那我先干了。好，再来点。行，大姐，那我再敬你一杯。大姐，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就喝到你原谅我为止。哎，苏梅同志，这丫头啊，看样子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不如就给她一次机会吧。对啊，可能我们之前真的误会她了。行，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要是再不给他个机会，岂不是显得我太刻薄？谁让我这个人就是心地善良、温柔腼腆呢？爽快吧！你看看，我是不是说，都是一家人嘛，没有什么是说不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吃饭。苏梅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苏梅，哎呀，糟了，我忘记大姐酒量不好，一杯就倒的呀。尤其是这魏美思，这后劲还特别大，喝醉了，好像还真是啊。那，你还不赶紧送你大姐去房间休息休息啊？对，走，大姐，我们也一起去。你们两个着啥急啊？苏梅同志啊，只是喝了一点点酒啊，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再说了，人家两个姐妹刚和好，不得给点隐私空间，在那悄悄话呀？啊？苏梅，你喝点水，接着酒。哎呀，喝点。啊，好了，走，你们吃啊。去吧。苏梅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还不是落在我手里，你害我下乡，哼，害我挑猪粪。今天晚上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。哼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给猪配种用的药。你猜猜，如果放在人身上会怎么样呢？刚好你不是很喜欢大阳村吗？让胡金生睡了你，然后你就能一辈子待在这儿，给胡金生那个流氓做老婆了。到时候那个老太婆的药也就是我的了。这就是你的计划呀？还真是下药啊！我以为有什么新鲜的套路呢，这老不老套啊你？你怎么会醒来的？你也以为姑奶奶我是那么好的算计的吗？区区迷药，一口灵泉水自然就解。不过我这养妹真是坏到骨子里。既然这个药这么厉害，那我的好妹妹，你就好好享受吧你。
小同志啊，这样的好事儿，你确定要让给我？哎，这女同志可是个大美人啊！都是兄弟，哎，不过你要保证睡完这女人之后，让她乖乖听话。耶，那你就不管了。哎，我胡金生别的本事没有，哎，管教女人，对我来说那是小菜一碟儿啊！你就瞧好吧。走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这小同志，你缺的是这个女人吗？确定，别磨叽，赶紧办事儿。去！哎呀，这啥也不说了。哎，好兄弟，一辈子记在心里啊。好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小胡子给我来了。叫，好容易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在听什么呢？听这么认真？听一个臭婊子被人教训。那要不然咱们凑近点听吧，我也挺感兴趣的。你他妈谁呀？就你还……苏美，是我呀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在房间里面吗？那里面的是谁？这是苏兰的房间，里面的当然是苏兰了。是我呀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在房间里面吗？那里面的是谁？这是苏兰的房间，里面的当然是苏兰了。苏兰，苏兰，有好戏看了。胡金生，你个畜生！你敢睡我对象？我傻瓜，你有病吧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啊！我发疯？你睡我对象？你说我发疯？这他妈不是你让老子睡的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啥呀？你把我当是好兄弟，连自己的女人都跟我分享，没毛病啊！我分享你妈！就你个村痞，还配跟我称兄弟？废物东西！你说什么？我他妈说你是废物！我他妈弄死你！真是辣眼睛，我真够刺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动静这么大！干啥呢？你们住手！你们干啥呢？起来！起来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一进来就看到商业国在打胡金生，说什么胡金生睡了苏兰，但是胡金生又说是夏雨主动让他睡的。你们说好奇怪，怎么会有人主动把自己对象给别人睡呢？苏兰，好了，都给你起来！够了，先不动丢人！不是说让你睡苏梅吗？你怎么把人家苏兰？我们还要让那贱人给算计了。你们现在来。那药也不行嘛，这么快就醒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你！
你这个畜生啊！平时不干正事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连这种混蛋事都干出来了啊！你敢强迫夏江女知青，这样的事情传出去，人家会怎么看咱们大洋村呢？这以后知青还愿意来咱们大洋村吗？你这个事儿一定不能传出去。废话，你说不传出去就不传出去了啊！哎呦，丑闻呐，这是天大的丑闻呐！我们大洋村好不容易迎来一点转机，这下全毁了！哎呦，王虎，沈队长，我有一个主意。说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不如就让男人嫁给北京城吧。这两个人一结婚，不就没有人说闲话了吗？这可以。结婚倒是个解决的办法。可是苏梅同志，这个对你妹妹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哎，为了大洋村，我愿意牺牲我妹妹的个人幸福。哎呀，苏梅同志，你为我们大洋村做到的一切，我们大洋村人永远都会记住你的。太可惜了。你啊，娶了苏兰以后要好好待她。啊，只要有一丁点的对她不好，让我知道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。哪里？那你就不管了，大伯你放心啊，那我肯定是把他当这个小心哥一样护着。我不同意，我不要和胡先生结婚，我不要。我也不同意。不是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兰兰啊，我们做人不能这么自私，你得为了咱们村子着想，你得牺牲一下。再说了，长姐如母，我是你的姐姐，那我就请你当个妈。这件事情，我这个妈同意了。哎，你看，对，结婚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。至于婚礼嘛，沈华，你负责操办一下啊。那哎，你是队长，这事就定了啊，你操办。走，我定了。走，哎，我不要嫁给胡金生。不是，我有这么差劲吗？我这是滚！事情闹到这一地步，这婚不得不结。肖爱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让你对象和别人结婚吗？你听我说完。这婚是要结，但结婚的人不一定得是你呀。你写封信，把这件事告诉叔叔阿姨，让他们把苏梅许配给胡金生，让他们结婚。时间一长，被强迫的就不是你，而是他苏梅。这样一来，也给大洋村有个交代啊！我这就去写信。哎，对，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苏梅多一些。我几口。爸，这馒头加青菜怎么吃嘛？我人都要饿死了。哎呀，不想吃别吃。咱们家有馒头青菜都不错了。想想兰儿啊，他在农村不一定能吃上这些东西，他有多苦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要不是那个挨千刀的贼，他把咱家东西都搬空，咱至于过成这样吗？这警察也是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？大姐走了以后，现在果然开始欺负我。还好大姐给我留了些钱，等晚些就去买大鸡腿吃。老苏啊，老苏，张副厂长，李主任，老苏，哎呀，你看家里这寒酸的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老苏啊，你这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啊，大洋村来信了，说你女儿在下乡期间给村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！我们是来给你们表彰的。哎，听说你们家比较困难，这些东西先应应急，
先应急。哎呀，谢谢李主任，谢谢张厂长。我说吧，兰儿有出息吧？别人都下乡吃苦，他却干出一番事业。就是，而且呀，他还是主动报名下乡的。你说咱们国家要是多一些这样的人才，那我们知青办就省心了嘛。李主任说的对呀，老苏，厂里准备专门给你举办一个表彰大会，顺便啊，把你和春花往上提一提。真的啊？哎呀！真的啊！往上提一提，那我岂不是要当组长了？这得多亏你们生了个好女儿。行了，我和李主任还有事要忙，我们就不多聊了。对了啊，苏兰给你们还写了一封信，差点忘了，你们回信的时候可得好好夸夸她。好了，行，再见。王姐，你看见了吧？我们偏心苏兰呢，她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这乖女儿啊，即便是到了乡下，她也给我们苏家长脸，不像苏梅，只会给我们苏家丢人。苏兰还有那本事啊？依我看，这事儿像是苏梅干的。呸！就苏梅那个骚货，她到了乡下只会勾引男人。哎呀！快看看是什么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大惊小怪？这苏兰竟然被村子里的流氓给睡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不过他竟然想让大姐代替他嫁给那流氓，实在是太坏了。简直就是畜生！爸，我们这就去找李主任，给兰儿姐做主。站住！现在找李主任，岂不是闹得人尽皆知？你想毁了兰儿吗？对，这张副厂长和李主任还要给咱们开表彰大会呢。这个时候，兰儿不能有一点点污点呀。那我就看着兰儿姐受委屈吗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兰儿信上说的，让苏梅代替她嫁给那个胡金生，这样既能保住她的名声，也能让大杨村的人满意。凭什么呀？大姐又没有做错什么，要是让她嫁给胡金生，她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小孩子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就苏梅那个破鞋，她被流氓睡了就睡了，她怎么能和苏兰比啊？我看就这么定了，赶快去写信。去。原来这个苏兰是个养女啊，心肠可真歹毒。你爸妈也真是的，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宠着，反而偏袒一个养女。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们眼瞎呢？不过呀，她马上就要嫁给胡金生了。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苏梅，你给我出来！走。苏梅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苏兰吗？怎么，你不忙着筹备婚礼，来我这干什么呀？该和胡金生结婚的人，可是你啊！你在胡说什么啊？苏梅又没和胡金生发生什么，凭什么要他去结婚？这可是我们爸妈的命令。信呢，就在这儿，你们看看吧。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竟然是真的！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呀？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推！这种人就不配做爹妈。苏梅，不用听他们的，有我们大杨村的人给你做主，有我们在，没有人能强迫你。原生这对父母还真是比不上这大杨村里的乡亲。算了，也该回去把这两个老登的事情解决了，不然以后这种事没完了。苏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难道不想听爸妈的话
了吗？你这可是不孝！爸妈？谁说这两个老的还是我的爸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回去跟他们断亲。对，王伯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想请假回趟城里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了，苏梅同志，就算你爹妈不要你了，咱们大洋村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对了，王老伯，我这儿还有个事儿，想拜托一下您。你说，你是咱们大洋村的大恩人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会答应你。你看，这小柔跟红梅，他俩下乡这么久了，能不能让他们提前回家？不行，这个违背原则。原则上是不允许，不过我可以跟上面申请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苏培，谢谢你，我们终于能回家了。啊，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办点事儿。姐，到。这些也不是你的衣裳吧？这有阳春花的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有苏韵、苏强的内裤啊？啊！姐，你也知道，爸妈喜欢苏兰和苏韵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家里的活就全都给我了。以前我在家的时候，苏剧还能凭借装乖巧不被欺负，现在我走后，所有家务什么的就都丢给他。这两个老登还真是一点没变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跟我说这些，就是不想留在这儿被欺负。这样，干脆这次你就跟我一起下乡。真的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下乡又不是什么好差事，这多少人啊，躲着都不想下乡呢。唉，不过比起这儿啊，下乡还是来得太舒服了。哎，这苏强、杨春花俩人呢？不在家？他们今天有一个表彰大会，去置办衣服去了。表彰大会？他俩也配被表彰？对了，大姐，我听说苏兰在大洋村救活了庄稼，你和苏兰都在大洋村，她真的救活了？就她，这你信吗？其实救活庄稼的人是我，我估计啊，是那乡亲们写信的时候没写名字，才闹了这么大的误会。大姐，你可不能让他们占了你的便宜，他们说还要把你嫁给胡金生呢。这明天他们不是有个表彰大会吗？那咱们俩就给他们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同志，我想在报纸上登一则声明。你要登什么声明？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声明。什么？你要和父母断绝关系？不可以吗？哎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我不建议你这么做。毕竟父母生你养你，血缘关系是断不掉的。年轻人，三思而后行啊！我呢，想要在早报和晚报上都登上我的声明，早晚各定200字。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就去别的地方问。行，当然行。同志，你也不用去别的地方问了，你想在我们这儿登什么声明，咱就登什么声明。同志们，我们都知道，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，到祖国需要的广阔天地。今天就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女同志，不仅主动报名下乡，还在下乡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成绩。今天我们就要为这位优秀的女知青父母举办一场表彰大会。对于苏强和杨春花2位优秀的同志，经过厂里的研究决定，任命苏强同志为第3车间主任，杨春花同志为妇女主任。现在，这2位同志发言。
我很高兴，不是因为我自己，是因为我有一个优秀的女儿，我跟她妈为她感到骄傲。我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呀，大家对我们都有误会，说我们偏心养女，而对苏梅这个亲生女儿毫不关心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偏心苏兰，是因为她值得。我们不仅之前会偏心她，以后啊，我们还会向着苏兰。对，就算苏兰再懂事，这做父母的也不能这么说话吧？唉，今天这个表彰会啊，可算是让他们出尽风头。苏同志，告诉两位一个惊喜，你们的女儿特地从乡下赶了回来，现在就在门口了。什么？兰乐回来了？快请她上来呀！我都好久没见我的兰儿了。她去乡下了这么久，应该吃了不少苦吧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有请这位模范知青进来。苏梅，嗨，苏梅，苏梅，怎么是你呀？主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今天的表彰大会不是苏兰吗？怎么会是苏梅呀？不是苏兰吗？苏兰，那个好吃懒做的德行，他连下地干活都不肯，还能被表彰吗？爸妈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俩做什么大头梦？主任，这个呀是王老伯托我交给您的信，您看完啊就知道，到底这2位要感谢的人是谁了。苏梅说的没错，为大杨村救活庄稼的的确是她，不是苏兰。我就说嘛，就苏兰那样子能当模范青年，也就苏梅这孩子从小懂事善良。就是啊，你看那苏强跟那个杨春花还在那偏心养女呢，真是两个瞎子很东西。苏梅，别让他们占了你便宜，今天这个表彰会就该是你的，凭什么让他们被升官啊？就算是苏梅又怎么样？苏梅她也是我的女儿啊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被表彰？是吧，厂长？这表彰大会本来就是表彰优秀知青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苏兰是我的女儿，苏梅她也是我们的女儿啊。还就真不是。各位，我苏梅从今天开始就跟苏强还有杨春花断绝父女母女关系。苏梅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怎么，你没有听清啊？行，我再说一遍。我苏梅从今天开始将断绝一切和苏家的关系，特此登报声明，广而告之，为的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把我苏梅跟苏家牵扯到一起。至于这为什么要断绝关系呢？声明里面写得很清楚。苏梅呀，苏梅，你这就是大逆不道！哎呀，你可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呀！你说断绝就断绝了，我不同意。快，给我一份看看。真断绝？哎呦，真断绝关系了，还给我来什么事？断了好，就是苏梅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，以后要是再待在苏家呀，肯定被他们吸血。苏梅，婶子支持你。对，支持你。姐，我也支持你。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打死你！
干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妈不同意。切，你不同意又怎么样？我今天是来通知你，不是来跟你打商量的。主任、厂长，你们看啊，既然现在他们2位已经不是我的爸妈了，这个升官呢，你们要给他们升，可以升，就是不要再打着我的名字。苏梅同志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呀也不知道这段隐情。既然你都说了，那今天晚上给他们表彰大会取消，之前给他们的优待全部收回来。哎呀，造孽呀！哎呀！行了，我这事情也处理完了，我就先回了。哎，苏梅，不要以为你登张报纸你就不是我苏强的女儿了，别忘，你的户口还在我苏家，你永远都是我苏强的女儿，永远都逃不出我的掌心。对呀，哼，这老逼灯真是阴魂不散。再见。哎呀，姐，你刚才可真厉害，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他们断绝关系。其实这个呀，也就是说说而已。你没有看到那苏强最后说的话吗？咱们呀，要是想真的跟他断绝关系，可难着呢。哎，姐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是关于苏强的。什么秘密啊？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之前我还没有发现，但自从你走了以后，苏强他总是趁着咱妈不在家，偷偷的溜出去，而且每次回来身上总有一股女人的香味儿。女人的香味儿？姐，这是我在咱爸藏私房钱的地方找到的照片。啊，这是苏兰跟她的亲妈？嗯。这个苏强居然还留着照片，莫不成这苏兰真是他的私生女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而且他们可能现在还有联系。那你知道这苏强一般什么时候去吗？他一般都是周5、周6去。这2天妈妈加夜班，他刚好过去，头天中午才能回来。老逼的，既然你不放过我，那我就只能把你送走了。等到时候呀，我找到这苏强跟白云幽会的地方，你呢就把这个照片拿给杨春花一看，姐姐我呢就带你看一出捉奸大戏。哈，不过姐姐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哪私会啊？当然是跟踪了。走吧，希望今天苏强不要让我失望，不然我还得多等2天。我还想早点处理完好下乡呢。这是回家的路，苏强该不会真这么不给力吧？我一回来他就不去了。好你个苏强，还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这玩灯下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捉奸就更方便了。现在就看来的人是不是白云了。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。都怪苏梅那个孽女，要不是她，我早就当上妇女主任了，还至于这样天天晚上上夜班吗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
这下班了不就回来了吗？等等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啊，还从我的房间里出来，说是不是偷东西了？我，好你个死丫头啊！你大姐是大孽障，你还想当小孽障啊？啊！赶紧把东西拿出来，再不拿出来的话，别怪妈收拾你！哎呀，你拿出来呀你！这照片哪来的？这是我昨天在你房间找东西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在爸抽屉里发现的。我就想偷偷跟上去看看是不是误会，就发现爸他发现了什么？他跟白阿姨进了咱们家斜对面的屋子里，现在应该还在里边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你可不能胡说啊！咱们现在就去看，走啊，走！哎呦，这事可不敢乱说，不能乱说。哎，这杨春花急匆匆干嘛去了？不知道啊，要不咱也去看看吧？又吃不下好。他不敢，走，咱去看一下去。哎，是往那边走了吧？阿云呐，你看我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？当当当当，喜欢吗？喜欢就带上看看。喜欢，好看，真好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不要嘛，强哥，这一大早的，人家还想再睡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又不上班啊？多睡一会儿，少睡一会儿又怎么了？我好不容易来一趟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在家面对那个黄脸婆已经够够的，哎呀，我都忍不住来。哎呀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呦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光天化日，是这样。你说这，苏强，你可爱钱到的你啊！怪不得你3天2头的往外跑，一回到家就跟个废物一样。你在外面搞破鞋呀你啊！老娘在家给你生儿育女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呀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哎呀，老婆呀，事情啊，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，我给你慢慢解释啊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你不喜欢我妈在外面偷吃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白阿姨呀。她可是兰姐姐的亲妈，你老战友的老婆呀。我这个，哎呀！哦，你怎么这么大劲儿？好你个苏强，我是说，你以前为什么只偏心苏兰？合着她真是你的私生女啊？这苏强3天2头来白云这儿，以前还以为他是好心，谁知道他俩都滚到一张床上去了，还老战友呢，就是这么照顾老战友一双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，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哎呀，老婆，哎呀，事情它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你让他们先走，我回头啊慢慢给你解释好不好？苏强，你以为我是个傻子吗？你们俩都滚在一起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先收拾完你，我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哎，别动手啊！哎呀，哎，救命啊！杨春花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别打我！你看，我给你养女儿养了15年，我任劳任怨，你还勾引我家男人啊！这么喜欢勾引男人啊！我今天打死你！哎呦，左边来一包，这真是，就是你说这事干的。别看这苏强人模狗样的，要不是亲眼看到，谁知道他还会出轨？要我说呀，逼着亲闺女登报和他断绝关系的人，能好到哪儿去？哎呀，苏强，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被打，你说句话呀！杨春花，你疯了！你再打我把他打死的！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啊！你不嫌丢人的你？
你们都记着干什么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快快快！苏强同志，重头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喂，你，副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强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私人作风不正，先经过商讨决定，你已经不配担任纺织厂技工。白云，你们两个立刻做好准备，明天乘车去大西北挖矿。大西北挖矿！哎呀，副厂长，误会呀，完全是误会呀！哎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。都滚到议长床上去了，还说不是那种关系？这种人渣继续留在城里，只会破坏团结，就应该去大西北挖矿，发挥自己余热，给国家付出贡献。啊，你不要解释了，这都是上头领导专门下的令，就连我也没有办法。收拾好东西，我们明天出发吧。哎，副厂长。苏强，我不想去挖矿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现在知道后悔了啊？知道后悔就不要干那种不要脸的事。我看你这样就是活该了。给我起开！苏强，你干了那种不要脸的事，你还好意思打我？你个货呀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要是去大西北去挖矿，谁来养你？你还在这里沾沾自喜。苏强，事情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个贱人。不行，你不能去挖矿，要去也是让那个贱人自己去。我这就去找厂长，我给你解释清楚。解释个屁呀！解释啊！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出轨啊，厂里的房子也会被没收，我的工作也丢了。这下好了啊，你可以睡大街了！你个蠢货，你给我滚！滚！你们也给我滚！滚出去！大姐，爸去大西北挖矿，他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能欺负我啦？当然了，以后呀，你就跟着姐下乡，姐呢帮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个年代，大西北挖矿可不是什么好事，不仅生活艰苦，而且一不小心还有生命危险。这次去，说不定都回不来了。苏梅，是不是你故意让小菊带我去捉奸，然后害得你爸丢了工作？你这个孽女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狠呀？这位阿姨，你说话要讲证据的，是你看了照片要去捉奸的，是你说他们两个人搞破鞋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你把这个事情闹这么大，大家怎么会都知道苏强出轨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啊！啊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去捉奸的？现在害得你爸丢了工作，不行！你现在就跟我去厂里，给厂长解释清楚，说是你害的你爸。杨春花女士，你刚刚捉奸他们的时候不是气派的很吗？怎么现在知道害怕？哦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流落街头，要和西北风了？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个老邓送走，我怎么可能还陪你去解释啊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那可是你爸呀！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杨女士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们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你以后就不要说谁陷害谁的事情，小心我告你诬告。走，小妹，咱们去大杨村。先生，夜深了，该休息了。张姨，你种地这么多年，有没有种出过这么好品质的白菜？没有，最近全国干旱，别说种出这么好的白菜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这是先生你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白菜吗？哪是什么新品种啊，只不过就是最普通的核桃纹种子种出来的。核桃纹白菜最容易被染虫生病了，但这颗白菜光滑脆嫩，而且个头饱满硕大，怎么看都不像吧？是啊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也没有找到可以种出这样白菜的人。不过，能种出这种品质白菜的人，一定是有些本事在身上。最近全国大旱，很多地方都种不出粮食。我决定下乡去，找到这个人，好好请教一番。你看，
这也不错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是，这不是苏梅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苏梅，你身边这个小姑娘是？这个啊，是我的小妹苏菊，她下乡来帮我做事的。各位叔叔婶婶，以后可不能欺负她哦。那哪能啊！我们村的大白菜呀，多亏了你才长得这么好。你呀，可是我们的大恩人。真的？谁要是欺负她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不过苏梅同志，你把小梅带到这里来，这地方可苦，比不上城里那么舒服啊。起开！还能是怎么样啊？知道自己要嫁给胡金生了，回不去了呗。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小妹骗过来，替她干活呢吧？才不会呢，大姐才不会骗我。大姐说带我来大杨村发展的。大杨村这种破地方，能有什么可发展的？也就只有你这种笨蛋会相信他说的话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妹，可别被他卖了，还替他数钱呢。没错，苏梅这人一向心肠歹毒，她就是看不得你好。你们俩平时喜欢污蔑我也就算了，但你们刚刚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意思是说瞧不上咱们大杨村呗？咱们大杨村的人啊，都没发展，没前途啊！看不上我们大杨村，就不要来我们大杨村，还不是被发配下来吗？就是，某些人天天偷懒不干活，还瞧不上我呢。看不上就早点滚！有些人私生活糜烂，我们大杨村还不欢迎好吃懒做皮的败坏的人。你真这……苏梅，我告诉你，你少得意啊！我劝你不要在这逞口舌之快，还是收拾收拾，准备嫁给胡金生吧。没错，就你这种人，也就配得上胡金生那种无赖了。胡金生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我可不想跟你抢，毕竟你们都上过床了，就差个婚礼了。苏梅，你少胡说八道了，这一切还不都是你设计害我的吗？不是，你跟人家男人都滚到一张床上去了，这种事我还能设计陷害你不成？哎呀，大姐知道你这个人就是朝三暮四的，大姐不会跟你抢，你放心，这个胡金生啊，我肯定会留给你的，毕竟你喜欢抢男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苏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爸妈的命令吗？爸妈？他们现在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没时间管我。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呢？苏强跟你亲妈白云，他们俩滚床单，结果被杨春花当场抓包了。现在他俩被发配到大西北去挖矿呢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妈和苏强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情？你再污蔑我，小心我去大队里告你！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写信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怪不得啊，苏兰能做出抢苏梅男朋友、出轨胡金生的事，原来一切都随根儿啊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原来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们不要说了！自己都敢做还不让人说，我呸！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，下贱！说什么？走啊！等着你给我！哎呀，就他这样的心理素质，还跟我们俩斗，是不是还嫩了点？走回家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你这个废物！苏梅那个贱人那么欺负我，你连一句话都不说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有办法对付苏梅了。什么办法？虽然没有父母之命，但他胡金生可不管这么多东西。到嘴的鸭子飞了，那胡金生会那么轻易放过苏梅吗？咱们只需要把这件事告诉胡金生，他肯定找苏梅麻烦。好，这个主意好。胡金生那个无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苏梅也绝对不可能同意，最好是能直接把苏梅给办了。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受这种侮辱？我要让他也被千夫所指。这大晚上的，胡金生带这么多人去苏梅家干啥？我看啊，八成是想欺负苏梅。走。哎，等等，别冲动，我去找王伯，
你们进去先看着。好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我家？你就是苏梅那小妹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老子找苏梅那个贱人，让开！好你个胡金生，你胆子够大的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叫私闯民宅？我送你到牢里吃2年牢饭去！你是老子未婚妻，还私闯民宅，少他妈吓唬我！老子不是吓大的！妈的！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这个家伙呀，就是那苏强和杨春花逼着我要家的老无赖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家里没镜子总有尿吧？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还让我嫁给你？你趁早死了这个心吧！我告诉你啊，别说这2个老东西现在没资格管这件事，就算他们有资格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你这种货色。胡哥，这娘们在骂你，娘们不管不服气，这你不能惯着她呀。就是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哎，胡哥，怎么着？今天哥几个都在，有我们给你守着门，一个人都别想出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乱来的话，这个事情后果很严重。干什么？当然是干夫妻间该干的事情了。老子今天就要霸王硬上弓，先把你的生米我煮成熟饭，哎，等你怀了老子的种，看你怎么跑！哎呀！我懂。胡哥，胡哥，胡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个贱娘们儿，你敢打你老公，咋这么恶毒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脚算轻的，你们要是再敢胡来，我让他断子绝孙。哥几个，给老子把他按住！你，老子扒光他的衣服，让他知道敢打老子的下场。苏梅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，苏梅？放开！胡哥，来了好多村民，现在怎么办？这狗屎，不管闲事，别管他们了。胡金生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来我媳妇儿家，关你们什么鸟事啊？啊！媳妇儿？什么媳妇儿啊？苏梅同志什么时候又成你媳妇儿了？我现在是没有啊，但苏兰那娘们说了，她爸妈已经把苏梅嫁给老子，那苏梅现在就是老子的媳妇儿。你们少他妈在这多管闲事啊！要是敢坏了老子的好事儿啊，老子连你们他妈一起收拾了。苏梅，我看现在谁还敢管你？哎，我劝你啊，最好老老实实给老子当媳妇儿，要不然老子现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办了你。这么多人看着我倒是无所谓，但你可就不一定能接受了啊！啊！你个狗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胡金生，你个狗日的在干什么呢？啊！不是沈队长，你咋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心里没有点数吗？不是沈队长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不是你，我为什么打你？你心里没有点逼数吗？啊！其实我问你，你这个点儿带着人跑到人家苏梅同志家里干什么来了？你简直色胆包天！快走！是。哎，等等，沈队长，他半夜带人上门，恐怕不是私闯民宅这么简单。这样定调子太草率了吧？我觉得还是得问一下当事人的意思。对，齐先生说的对，是我太草率了。那个，苏梅同志，你作为当事人讲讲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那个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
你放心，我们都会给你个说法的。队长，这无赖带着一群人上面要欺负我姐，要不是村民来得及时，我姐可就被他们给欺负了。哎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叫欺负呢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要乱说。既然你说你们是夫妻，那结婚证给我看看。你连结婚证都没有，还说什么是夫妻？我看你就是半夜带人私闯民宅，想强奸未遂吧你！带走，明天送到县里公安局去。不要啊！不是，队长，你现在可不能不管我呀！我这么多人回去送了，怎么？闭嘴！还不快带走！我欠你良心的，你个狗日的！我去看看他。苏同志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秦维先。你好。长势都挺好的。来说那边。姐，你说这秦维先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？喜欢我是他的事儿，只要别影响我干活就行了。放心吧，苏同志，我是不会影响你干活的。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？你们别笑了，赶紧干活吧。我也不想，就是你们两个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。苏同志，我看您好像对农业很有研究啊，你是读过这方面的知识吗？这里边都是经验，你就慢慢学吧你。我一定好好学。冒昧的问一下，等大杨村的灾荒过去之后，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呀？规划？我想好好读书，考上京大，算不算？算。那我先去记笔记了啊。他怎么傻不愣登的？兰儿，你还好吗？这天太热了，你歇会儿，这会儿我来干啊。你就知道干，瞧你出的什么主意？胡金生那个废物，没能得到苏梅也就算了，还害得自己被判了一个什么缓刑3年枪毙，更是害得我们在这个破地方工作。哼，苏梅那个贱人，大杨村的村民向着他也就算了，现在又不知当上了一个什么身份的男人。哼，兰儿，你说这附近有没有野猪出没呀？好像有。怎么了？这成熟的庄稼要是被野猪糟蹋了，他苏梅该怎么办？野猪，不好了！野猪下山了！来人呐！野猪下山了！怎么回事？是野猪，野猪下山了，把粮食都霍霍。今年本来就是灾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野猪朝着夏天的庄稼地跑了。这庄稼地是我们家最后的粮食，要是被野猪糟蹋了，我们家5口可怎么活呀？这庄稼地没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！赵三，你疯了？你回来！张老三，粮食没了，大家接济还能活着；你没了，可就真的没了。苏同志，你要干什么？
张老三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苏梅啊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，以后我张老三就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快起来，你别这样。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换成任何人我都会这样做的。这些是我们辛苦种的庄稼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或者畜生毁掉它们。咱们要一块加油，好好活。有问题，野猪有问题。野猪不是自己下山的，是有人故意在庄稼上撒了引猪粉，故意引野猪过来的。真的是野猪粉啊！该死的，是哪一个王八蛋要毁了咱们的庄稼？这是猎人捕猎用的东西，这是谁干的？给我滚出来！萧爱国、苏兰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苏梅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你心里清楚。这个引猪粉是你们放的吗？苏梅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我们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？你不要污蔑我们！污蔑？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也最清楚。你们身上可还有引猪粉的味道呢，还敢说这件事情不是你们做的？苏梅，你少胡说八道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好，你想要证据，我就给你们证据。小妹，好的，大姐，我这就去他们家查，保证查出来。蠢货！用完引猪粉之后，我早就把证据处理干净了，就连衣服都洗了一遍，看你从哪儿找到证据。只要找不到证据，那你苏梅就是诬告。那么多农作物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等着？你确定就是他们吗？我非常确定，我天生嗅觉很灵敏，而且你不想想，他们白天穿的什么衣服？我担心是怕这两个人处理了证据，这还是太冲动了。苏梅虽然很厉害，但见识还是少了些，不知人心险恶，只怕他们早已将证据处理干净。这不仅不能找到证据，只怕还要被扣上公报私仇的罪名。苏梅，你到底能不能拿出证据来啊？你要拿不出的话，赶紧把我们放了！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公报私仇，故意污蔑我们。要我说，这引猪粉就是你放的，故意演给大伙看，好把这罪名安到我们头上。不可能！这要是苏梅干的，她不可能替我打野猪。我看呀，就是他故意做给你们看的。毕竟我们这么多人，谁不害怕野猪了？就他一个人，敢上去和野猪打斗？我看啊，那野猪8成是被下了药，一打就倒。要不然她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大姐，找到了，这是他们今天穿的衣服，口袋里还有引猪粉的包装。你们不是想要证据吗？证据就在这儿。两个为什么要毁我们的庄稼？打死他！别动手！够了，别打了！怎么可能呢？包装袋我不是扔掉了吗？我还检查了好几遍，怎么可能还会有包装袋呢？现在终于成了，这引猪粉就是你买的了。你们两个糟蹋粮食，破坏劳动成果，情节恶劣至极，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把他们俩给我抓起来，送到村委会去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可是你的妹妹啊，我不能坐牢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哦对，这个事情都是萧爱国弄的，你要抓就抓他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苏兰，干什么呢？要不是你激怒苏梅，我跟你说这馊主意啊！再说了，这引猪粉大部分都是你下的，现在事情败露，要把屎盆子全扣我头上，你想得美呀！你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是要针对我，大不了冲着我来就是，
这灾荒年代，粮食就是大伙的希望。你们这么做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后半辈子就到牢里好好反省吧。松口！放开我！王思开的口子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没想到苏梅居然能想出这种手段，用重新买来引猪粉假装证据，赌苏兰和肖爱国的心理素质吗？这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奇女子！每家每户限领3斤猪肉啊！领完去帮忙做饭，可不敢多领啊！好，多亏了苏梅，让我们保住了庄稼。苏梅简直是上天派来的福星啊！肯定是，要不然苏梅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？那可是足足300斤的野猪，竟然被他一锄头给打死了。如果不是福星照示，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猪肉啊！我的猪肉啊！你别抢啊！哎这，哎，这什么是我们家的猪肉啊？哎，你谁呀？怎么回事？秦先生，这人不是我们村子的，也会在我们排队队伍中，这赶都赶不走。错吧这是？我虽然不是你们村的，可是我是苏梅的妈呀！这野猪是我女儿打的，难道我不应该领吗？您是苏同志的妈妈？是，这肉亲应该给我吧？你们想要呀，就自己排队再领去。是这样，她既然是苏同志的妈妈，你把肉就给她吧，我把我的给你。那行，齐维新，你把我的猪肉拿去送人，你要送，你自己打。苏同志，这位不是你妈妈吗？而且猪本来就是你打的，你家自然应该分到一些。秦先生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就是他当初想让苏梅嫁给那个胡金生，这样的人他就不配做苏梅的妈。要不是看在苏同志的面子上，我刚刚就把你打出去了。自家的肉自己收好，这别什么人的面子都给，把我打的猪肉拿去送人骑，你还真是好意思。你不是瞧不上香香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苏梅，妈错了，妈知道错了，一切都是妈被猪油蒙了心，替苏强那个混蛋养了10几年的私生女。妈现在知道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就再给妈一次机会啊，让妈好好的弥补你，让你得到一点母爱。你那扭曲的母爱，留在监狱里给苏兰赶出去吧，爱给谁给谁，别可着恶心我啊！我还分猪肉呢，没时间搭理你。苏梅，苏梅啊，你可不能不管妈呀！你爸现在被送到大西北挖矿了，家里的房子也没收了，我也没了工作。你再不管我的话，我就真的没办法活了呀！我爸的安置房，那苏韵的总还在吧？你去找你的宝贝儿子呀！来找我干什么呀你？苏韵他就是个白眼狼，他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我都饿了好几天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都是捡垃圾过来的呀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妈呀！你就忍心看着我流落街头吗？我忍心啊，我可太忍心了。我巴不得你天天捡垃圾，我甚至希望你没有垃圾可以吃。苏梅，你怎么说话的你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亲妈呀！你烦不烦啊？天天搁那一口一个亲妈的，你配吗你？这从小到大，你就把那苏兰当个宝贝疙瘩一样捧在手心里，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她些，让我这个亲生的女儿给你端茶递水、洗衣做饭呢。这个疤你还记得吧？这是小时候有一次，苏兰偷吃了一个鸡蛋，你非说是我吃的，然后拿鞭子给我抽的。也许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事儿你早就忘了吧？但我这个疤，它可不会消失。我那会儿也不是故意的呀，我当时还以为你没有说实话呢。杨春花，你少在这自欺欺人了。你骗骗别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连自己也骗呢？这鸡蛋是谁吃的？你不会心里真的没数吧？
你别在这搞笑，家里除了苏韵、苏兰，谁敢动你的鸡蛋啊？你就是看我好欺负，不敢反抗吧？可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亲妈呀，你总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！你要点脸吧，你都这样对待苏梅了，还指望人家孝顺你，白日做梦！要是我被这么对待了，我不打死你们才怪！就是，真当生了苏梅就是恩情，养恩大于生恩，生而不养算什么妈？哎，行了，杨春华，我没工夫跟你闹腾。你记着，咱们俩已经断绝母女关系了。我跟你呀，没有一点赡养义务，你但凡去告我都没用。今天你要是还想要点脸，就自己赶紧走吧，要不然大伙儿说不定帮我出气，还得揍你一顿呢。苏梅，好，我不管，要是不管我的话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活了，我死到哪都是死，我今天就死在这村子里面了。你不管我，我就让你背负一个害死亲妈的罪名，让所有人都扯你的脊梁骨。真是大姐，要不然你就给他个工作，让他在村里干点活，给他口饭吃。要是事情闹大了，影响也不好。虽然我和杨春花断绝了关系，但苏菊却还有赡养她的义务。要是真不管她的死活，日后苏菊怕是免不了被非议。行了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，留在村子里吧。但是啊，你得干活。你可别想着偷懒，我还能帮你什么？要是再给村子里添乱，就别怪我们把你赶出去。只要你给我有个地方住，有口饭吃，怎么都行。走。来大阳村大半年，村子内的情况总算是好了起来，家家有余粮，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，也开始建起了新屋。可大旱的情况却是越发严峻起来。村长，哎呦，都坐，来，坐吧。苏同志、秦先生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们大伙啊都等着你们呢。村长，那么着急叫我们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次啊，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，主要是针对这个大旱的事情。这个大旱持续了大半年了，始终不见好转，而且也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。虽然我们村苏同志你来了以后啊，好了很多，可是附近10几个村却颗粒无收，有的甚至都已经到了快活不下去的地步。王伯说的没错，虽然啊，我们村现在情况不错，但若是大旱持续下去，只恐怕我们村一样会被打回原形。对，所以说，把你们请回来，就看看你们2位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、好的主意。虽然我有灵泉空间，但每日生产的泉水确实有限，提供给大阳村也就算是勉强，还有多余的水要送给其他村民。邢先生，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如今大阳村干旱，能获取水源的方式少之又少，只有找到准确地点开采地下水，才可以解决当下的困难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就是从邻省拦截一条水源，南水北调，养一批小麦，可以解决明年的粮食。我不同意。开采地下水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提议，但问题是咱们大阳村近些年没有发现新的地下河呀，盲目的开采，我认为就是无用功。再说刚才的那个从外省南水北调，以我们大阳村现在的财力物力，恐怕不支持这样一个大的工程吧。秦为先这人家境应该不一般，或许有这个财力帮助大阳村，但这却也是治标不治本，根本无法彻底摆脱大阳村的危机。不好了！隔壁大石村的人因为没有粮食下肚，有人服用农药自杀了！什么？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大石村医务室。王老伯，你们继续，不用等我回来了。好。我也去看看。仅仅是1村的距离，
这大石村比起大洋村相差也太大了。若是不尽快找到解决的方法，怕是有许多人连今年都撑不过去了。苏同志，你不是在大洋村下乡吗？为什么跟着我过来啊？那你为什么来？大石村的环境太差了，而且医疗资源肯定十分落后。我恰好学过一段时间的医术，我来这儿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。这不巧了，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中医。求求您大夫救救他，救救我儿子！大夫，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京都下来的农业专家，同样在医学领域我也有研究。这个是我的行医资格证。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他服用杀虫剂已经快过期了，我已经对他进行了催吐处理，可效果甚微。我们医院没有洗胃的仪器，就算知道病因也没办法。这样，我先联系一下市里的医院，让他们派个救护车过来救人。不行，来不及了，他的情况不太乐观。你们的重药房在哪儿？不行，来不及了，他的情况不太乐观。你们的重药房在哪儿？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带我去啊！这边请。秦先生，这位女士是？这位是我的朋友，他既然这么做，就是有了办法，还请医生您相信他。好。快！阿吉头，快！你给他喝了什么？朱雀汤。这个要是煎制之后服下的话，有养胃的作用；但若是生粉冲泡的话，会刺激肠胃，激发人体的保护机制，达到催吐的效果。朱雀汤，这是什么配方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？你听说才有鬼了，这名字是我瞎编的，主要催吐的原因是起了灵泉水的反作用。我这是在哪？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冲动？就算日子再过不下去，也不能喝农药自杀呀！还得多亏了这位女士，要不然你可就真死了。我没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我受够了！我受够了！我受够这种太恶的日子了。这个地方没水没粮，我受不了了。老天爷，你给我个痛快！王爷，这吃不饱饭的人又不止你一个人，这其他人都在为此而努力，你怎么为此浪费自己的生命呢？我也不想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也想活着。那要是我能让你吃饱饭呢？你要是愿意相信我，就好好活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会努力让所有人都吃饱饭。你是桃阳村的苏梅？是我。那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块努力，为了让大家吃饱饭而奋斗？我相信你，你能让桃阳村的人都吃饱饭，肯定也能让其他村子里的人都吃饱饭。你说怎么办？我跟着你走。你别激动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了。以后就跟着我，咱们一块努力奋斗，争取让所有人都过上不用挨饿的日子。或许，这就是我愿意留在他身边，愿意无条件相信他的原因吧。他真的和其他女子不一样。
如今整个大洋山都干旱了，这点泉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。或许我能保证大洋村的发展，然后等一段时间回到城里。可其他村子的人该怎么办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吗？不行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。这是我体内的灵泉，它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跟着这光线走？这是要引导我去地下？不对，地下我肯定去不了。难道是说这地下有东西？啊！这是地下河，灵泉是在告诉我这下面有水，太好了，大洋村村民有救了，太好了！我会让所有人都吃饱饭，让所有人都过上再也不用挨饿的日子。这真的可以成功吗？秦维贤，苏同志，你不是说要自己走走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先别管这个了，我找到地下河了。在哪儿？走啊！哎，等等我！苏同志啊，你确定这下面真的有地下河吗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听到啊？我确定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利的。好吧，我相信你，我立马找人过来勘探。如果真的有地下河的话，我让村民集合。不行，这秋中的日子不远了，要是再勘探的话，只会浪费时间的，时间不允许。我们必须在秋中之前把地下河给挖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明年大伙儿都得挨饿了。可是，如果这下面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地下河的话，就算我相信，其他人也不一定相信。而且现在大家都在忙碌，如果下面没有地下河的话，到时候你会被外人唾弃的。秦维仙，那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但其他人……只要你相信我，大洋村的村民相信我，这就够了。到时候你代表村里同意，我就有把握开凿挖井，让整个大洋山不再缺水。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苏梅一个人承担。好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咱们一块儿去。你说什么？啊！要让大家伙把手里的事停了，去一个还没有勘探过的地方去挖口井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啊！我不同意。这也太儿戏了吧！都没有查出来地下有没有河，就要开工，这不胡扯吗？就是，现在本来就是大旱，劳动力弥足珍贵。若是真挖出来水还好说，若是挖不出来了，该怎么办？我们大家啊，还要不要活了？这件事太大了，虽然苏同志你很有能力，但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冒险。你看看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不是我一个人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实在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冒险啊！万一判断有个什么失误啊，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我来担。黄渤，你想清楚了，这不是咱们大洋村一个地儿的事儿，周围还有好几个村子呢，对不对？几千口人呢。那咋？那就什么都不做，活活等死啊！这叫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嘛。现在大旱的事情，它总会过去的嘛，国家也不会放着我们不管嘛。我们只需要等着就行了，不是说听这个黄毛丫头在这瞎安排。再说了，王博，别说你德高望重了，你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够了！凿井挖水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。你刚才说王博担不起这个责任是吧？这个责任我来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秦维仙就是让你们大家吃上水，也要让田里的稻子也要吃上水。
是啊，这各位父老乡亲，我看过了，这后山的地下河水源非常的充足，要是真的能够凿井挖渠的话，别说是大杨村的稻子了，就是整个大杨山，到时候都能有水的。这秋种马上在即了，要是秋种之前能把井挖出来，到时候明年一定是大丰收的。对，我姐算过了，全村上下500多口劳动力，全村协力，只要2个月就能挖出一口井，再加上其他村子的人帮忙，时间只会更短。秋种之前肯定能挖出井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今年的粮食终于有着落了。苏同志的话我们信，我们一起挖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大家都没问题的话，那就各自回家，组织劳动力回家取农具去。下午2点准时跟我上山挖井。好，不是一个娘们说的话，你们也有人信？你们大杨村的人是不是脑残？哎，后村的地方咱们都不知道去了多少回，谁听说过有地下河啊？我们大杨村的事儿，你们大槐村干嘛来了？哼，你们自己要挖井我不管，但是你们要动员其他村村民，这跟我大槐村有关系。也就你们能信这种鬼话，我们大槐村的人不去，走。就是，我们大石村人也不去，走。秦先生，你也看到了啊，人家其他村的人压根儿不信。哎，你说说，咱们大杨村何必去冒这个险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都不想出力的话也没关系，等到时候真的凿出井来，挖出水了，谁也别想喝。就是，别的村去不去我不管，我也管不着。但是我们大杨村的人，谁要是敢不去，就别在大杨村待着。大家伙儿都辛苦了，咱们加把劲儿，争取秋种之前把这个井给挖出来。好，加油！苏同志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情况不太好，选择挖井的位置下面有块大石头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苏同志啊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已经挖了快半个月了，要是现在再换地方，那之前的努力可都白费了。是啊，努力白费都是小事儿，可这时间来不及啊！这石头这么硬，我们又没有机器和炸药，单凭人力去砸，得砸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先别着急，我联系下城里，看能不能调个挖机过来。不行，这来不及了，一来一回得耽误不少时间呢。而且现在村民们的士气很糟糕，要是一拖再拖的话，到时候再挖就没士气了。我是不是早说过啊？这井没有那么好挖，是不是？要我意思呀，这挖的还不够深，散了吧，啊，及时止损了呗。你沈队长说的对啊，我们就不应该轻易相信苏梅的。哎，算了，回去吧。又不是我们一个村大汉，我们村还好，挨总能过去。行了，都喊什么呢？你们在你们家里面都是顶梁柱呢啊！遇到问题就想着等别人，咱们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嘛。对，解决困难。现在遇到了这么大一块石头，你把它解决了，你搬上来。苏梅说的对，大家这个心态，怕是一旦停下来，后续就算能找到碎石机，怕是也不会再参与挖井了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苏同志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赶快说呀！张老三，你去搞些柴火来，丢到这井里烧起来。我呀，烧得越旺越好。其他人都跟着我下山打水去，咱们把水啊运到山上来。走。走，好，你还有你，哎，都跟我走，我在这等你们。快走吧！哎呦，水来了！水来了，都让一让。苏梅，你这是干嘛？山下的人也很缺水，你把山下的水抬上来，就能解决大石头的问题了？甭说这些废话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来，加些柴，火烧得更旺些。好。行，差不多了，把水往里面倒吧。来，慢着，苏梅，你要干嘛啊？这些都是乡亲们的生活用水，你又是烧火又是灭火的，
你是典型的浪费宝贵的水资源。别叫了，这到底怎么办？哎，石头裂了！石头真的裂了！啊，真的裂了！这个呀，就是简单的热胀冷缩原理。像石头呢，它火烧之后呀，里面的空气就会变成水蒸气，体积啊膨胀变大了，到时候泼上冷水啊，体积自然就缩小裂开。那现在呢，趁着这个热量还没有消失，我们赶紧把水都泼进去吧。来，好。碎了，石头真的碎了。苏同志，真不愧是高材生啊，连这种方法都知道。我们可以继续挖井了。苏梅不但会农业、医学，居然连化学都能运用，还有什么是她不会的？父老乡亲们，那既然这石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那咱们继续开工。好，加油把井打出来！加油！咱们以后就不用为水发愁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！出水了！出水了！有救！真的是太好了！我们挖出水，我们有水了！我们出水了！真的是水，出水了！出水了！又出水了！真的出水了！我们大阳村有救了！苏同志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苏梅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村明年都得饿死了。你可是我们全村的功臣啊！感谢！不用客气，这个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个呀是咱们所有人的功劳。苏同志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怎么能打出这口井来呀？这都是苏同志你的功劳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活不下去了呀！你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啊！是啊。好了，既然有水了，那我们就一鼓作气，挖通水渠，灌溉农田，秋种，您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干活吧！来，等一下。张老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齐先生，自从你来到我们大阳村之后啊，就跟个跟屁虫一样，跟在苏同志身后。什么时候表达自己的心意呀？说的对呀。苏梅同志这么好的同志，你要是不着急表达，以后要是跟了别人，你可别后悔啊！苏同志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同意！虽然这个花我收了，但这可不代表我答应了。我可是要上京大的，要是1年之后你也能来，那我就考虑考虑吧。一言为定。看这个。苏同志，去年你说只要我能来的话，就做我女朋友。我已经来了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你看看他那花，你怎么跟个呆子一样啊？你现在还叫我苏同志呢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该叫我什么？梅梅。哎，梅梅，等等我。